据华尔街爆料，张友侠向美方泄露了中国核机密，这事儿你信吗？这到底是中共高层习近平对张友侠的罗织罪名，还是他们手里真有证据？通过媒体爆料的4个字咱们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他有可能使用了一个神秘又高风险的手段。大家好，我是大卫。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事儿：张友侠有没有向美方泄露核机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爆料，包括中国的解放军报的披露他确实提到了这个里通外国间谍罪。这个在中共历史上为什么要把这条搬出来因为其他的罪名现在基本上不好使了，或者说是通货膨胀了。你比如说什么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收受巨额贿赂与多名异性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些东西都说烂了。你就是一个村支书，他都能套，你的正国级也能套。但是你要想把这种手握重权又曾经在战场上真打过仗，在军内非常有威望的男二号，你把他拱下台，名声搞臭这些罪名不管用了。你必须得把他推到全国民众、全军全党、全国人民的对立面，那就只有一个罪名，那就是里通外国，你这是叛徒。那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条罪名一般人你还真够不上。在中共建政的历史上，至少有3位顶级的高层享受了这罪名，只要一沾上那是必死无疑。咱们先说第一个享受这个罪名的高层，那就是开国的元帅彭德怀。他当年庐山会议59年被打倒，就有一个里通苏联。那你说这罪名能说得过去吗？那至少你得有点证据吧。咱们看看当时他们是如何罗织这个罪名的。第一个，他说1955年彭德怀推动了一个军队正规化，就是让解放军当年穿的衣服比较土，现在咱们要搞正规化，要搞军衔了，不能光穿那种土衣服了。他就搞了一个苏式的军服。大家知道历史上那个55年授衔元帅那多漂亮，人人戴着大钢帽都是那个尖牌，确实挺漂亮。哪儿学来的？就是从苏联学的。在这儿呢，我查了一下历史，确实是彭德怀推动这个苏式军服的。但你真正审批的可是周恩来最终定案的是毛泽东，你自己定的，你最后怎么能说彭德怀一个人里通苏联呢？你批的时候你不也有这个嫌疑吗？除了这个苏式军服之外那就是在59年庐山会议是8月份召开的，在6月份2个月前，这彭德怀刚刚出访了苏联，而且在庐山会议期间，苏联的总书记叫赫鲁晓夫，他也批评了中共的这个什么人民公社什么三面红旗他说我们搞过，搞不成，你也别搞了。所以对于老毛来说，你彭德怀给我上万言书，你就是里通外国，而且你打了个里应外合。你在山上说我，然后国际上赫鲁晓夫攻击我，那你不是苏联间谍是什么呢？当年的老毛要想达到这种民族英雄、抗美援朝的英雄，你必须还要上点手段。除了里通外国之外，在名声上也要搞臭。他就开始用下三路的办法了。他在会议上复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一人一份就开始批他了。那肯定把彭德怀惹毛了。我个人给你写的信，你干嘛复印一人一份你这就是要搞我。所以他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40天事件。那原话比较糙我大概学一下延安的时候你操了我40天娘，现在我操20天行不行？这老毛马上就火了。你打算要操娘？20天不够，我现在给你20天，一次操够。你看这俩人
都开始爆粗口了，这关系啊实际上就是崩了。所以说啊，你要对付当时的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彭德怀这个级别的，这个级别啊和张又侠基本上持平，那你就是两手抓。一个呢是说你里通苏联外国，第二啊你是个粗俗不堪。除了彭德怀之外啊，另外一个顶尖级的大人物刘少奇也接受了这个罪名。你要把这个双峰政治，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你把他打倒，一般的贪污腐败没用，你必须得加上一些硬货，那就是里通外国。这次就把美国扯一块了，而且说他老婆受到了 CIA 的策反，那你老婆是美国间谍，夫妻共同通敌嘛？那这证据怎么来呢？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啊，他有那么几条。第一条是说，王光美毕业于辅仁大学，他英语流利。这辅仁大学啊是美国资助的，而且呢，在北平军调时期，当时就有国共双方也有美方的代表说，王光美担任美国英文的翻译。哎，你英语那么流利，那你就是向美国出卖了情报，当时你被收买了。你看，当翻译啊都成了罪过了。第三个，他们又提到说，这王光美出访期间呢，珠光宝气，戴着那耳环，戴着那戒指啊，也穿着旗袍，戴着那个项链，珍珠的那么老大。那江青啊，嫉妒坏了，我出门都没这待遇，你怎么行呢？所以他们认为啊，你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你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这个思想等于间谍。你看，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啊，你戴个耳环都属于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哎，那你不就是受了间谍的资助吗？所以说，这夫妻啊，一个被整死，一个是多年进入监狱，真正平反的时候，那都80年以后了。第三个，那就是林秃子。你说林彪怎么搞的一个里通苏联的罪名啊？很简单，你呢，平时你往哪儿跑不合适呢？你飞机怎么往北跑？你绝对不是去蒙古啊，你可能啊就要投苏联。因为这个林彪啊，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而且受到当年斯大林的赏识。你这是不是要跑到苏联？苏联给你几个师，你要反攻，是不是啊？你看这三位顶尖大人物啊，基本上都属于是军委第一副主席，然后呢，属于是正国级的干部。所以说啊，里通外国这件事儿，一定得往这个高层人物上往上一套，这离死啊，基本就是不远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大胆推测一下啊，这个没有什么实据，中共也没提供这个实据，就是他讲的这个证据能不能实现，站不站得住脚？因为正好呢，我们国内很多的朋友、很多会员呢是专门做这个 IT 产业的，因为在V00华尔街日报的通报当中啊，提到了这个中国核工业集团产生了安全漏洞，而这个呢和张又侠副主席联系在一块了。这张又侠如何通过这个安全漏洞向美方泄露中国核机密？在这儿我们必须科普一下，世界上的核设施，无论是民用的核反应堆、核电站，还是军用的核发射系统，它不光是硬件的堆砌，它有一系列高精密的软件管理、运行、监控系统。而世界上能够生产这类监控系统的公司，我数了一下，不超过10家。简要告诉几个数据吧，日本东芝啊，什么德国西门子啊，法国的达索啊，美国的 IBM， 还有西屋，这些专门玩核电机组的，他们有自己非常先进的管理、运行与监控软件，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但这些系统啊，
是很难往外出口的。中共为了防止自己这些核武器向外泄，他们通常都采购自己的软硬件系统。但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作为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顾军，他呢可能发现国内这些企业你生产这个东西不可靠啊，技术上并不先进，或者说数据库太少，容易产生麻烦和漏洞，或者说呢不足以监控中国庞大的核设施，他也怕担责任啊。如果发生了核泄漏，他就是要判入狱的，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也许这个时候咱们纯粹推测，他可能考虑想办法吧，还是用人家成熟的没出过事故的核管理系统软件。那这个责任谁能负？那得需要上面签字啊。比方说这个报告打到了张月霞面前了，报告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国内多方厂家自主研发的这管理监控系统啊，不给力呀。如果万一出现风险，不光我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要承担责任，您这军委副主席可能也要成为历史罪人。那咱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解决，就是您特批一下，咱用一个世界上成熟的那个软件管理系统，行不行？那张伟霞这时候正不想打台湾呢，也许这就是一个办法，因为这些大型的软件系统不排除有后门，或者说不排除对某些机构有关联的可能性。那他如果是签了自己的字儿，这事儿不就坐实了吗？你明明有安全漏洞，却仍然放行，名义上是为了安全生产和安全核设施，但实际上后门安全漏洞就产生了，不排除美国 CIA 就通过这个手段拿到了核发射井的进度。你到底要挖多少个井？哪个里边是真导弹，哪个是诱饵？一共有多少？所以说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提到的安全漏洞，我想可能是这种办法。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纯技术猜测不作数。如果您有其他的见解和想法，咱们欢迎来共同探讨。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聊一下这个万岁军的事了，或者说是沈阳军区在中共整个军方布局里边到底有多重要。好，咱们下期再见。